不在美国生活也可以办理美国的信用卡，和我们有没有美国的长期居留签证或者有没有去过美国没有关系。本期影片就来分享如何在海外用合法合规的方式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申请美国的信用卡需要准备的东西包括以下几样。第一样就是你的护照，护照是全球通用的身份证明文件，必须要有。第二就是需要有一个可以还美国信用卡的银行账号，如果你目前没有美国的银行账号，也有其他的替代工具可以解决，影片稍后会解释。第三就是美国的电话号码，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第四是美国的住宅地址，这个也是必须要有。第五是美国的税号，非美国居民一般都是办理 ITIN， 虽然没有 ITIN 也能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但是能选的银行就屈指可数。影片稍后也会提到没有税号能申请什么信用卡。第六就是美国纯净的住宅 IP， 这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可有可无，所以我放在了最后。除了以上的东西之外，自身的英文水平也非常重要。如果你的英文不行，会遇到很多的麻烦，因为申请信用卡以及日后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经常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这是无法避免的。很多美国的银行无法使用邮件来进行日常的交流，我们只能打电话。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的托福能考到100分以上，或者雅思能考到7.5分，办完美国信用卡就不会有问题。如果你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或者你的口语表达能力不行，我建议还是先把英文水平提高了，再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护照我就不讲了，我相信大家都有。我从如何还美国信用卡这里开始讲。想要申请美国的信用卡，我们就先要有可以还美国信用卡的银行账号。由于美国反洗钱条例的规定，对于非美国居民而言，美国的金融机构是批信用卡容易，批银行账号难，所以才会出现我们先有美国信用卡，再有美国银行账户的奇特现象。我们无法先获得美国的银行账户，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还美国信用卡。我们的 Wise 账号是可以用来还美国信用卡的。Wise 这款多币种电子钱包里面就提供了美元的支票账户，盈透证券以及嘉信理财这些美国本土的券商也提供了美元的支票账户。这些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提供的美元支票账户叫虚拟支票账户，因此我们可以像使用传统的美国银行支票账户那样，使用这些虚拟支票账户来还美国的信用卡。Wise 的开户就很简单了，基本上4个人就能开。Wise 提供了包括美元、欧元、英镑、港币、新加坡元在内的多国本地银行账户，我们可以通过本地转账的方式把本地货币转入 Wise， 然后在 Wise 里面兑换为美元，就可以还美国信用卡了。盈透证券也是同样的道理，盈透证券也提供了多国本地银行的本地货币的入境方式，我们可以把钱汇入盈透证券，换汇为美元，也能还美国信用卡。具体的操作过程我就不展开讲了，可以参考我往期的影片，一个美国银行账户都没有，怎么还美国信用卡的那一期。如果你没有 Wise 或者盈透证券的账户，我把开户链接放在了影片的简介区。如何还美国信用卡的问题解决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获得美国的电话号码。不是所有的美国电话号码都可以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美国的电话号码按照电信运营商的类型，可以分为虚拟电信运营商以及传统的电信运营商，其中像是 Google Voice、Number Barn 这些就是虚拟电信运营商。虚拟电信运营商一般都没有线下网点，由这些平台运作的手机号码就不能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他们运作的电话号码只能用来注册社群软体的账号。如果是和钱产生关系的，比如说是银行、PayPal 这些就无法注册。而像是 T-Mobile、AT&T 这些就是美国的传统电信运营商，这些平台运作的手机号码才能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传统电信运营商就是我们手机日常使用的那种电信运营商，线下都会有大量的实体网点。我自己目前使用的美国电话号码是 Ultra Mobile 运作的，也是传统电信运营商。如果大家要买美国的手机号，选 Ultra Mobile 就是最便宜的。我的套餐是每月3美元的 PayGo 套餐，套餐内包含了100分钟的美国国内通话、100条简讯、100兆的美国本地数据流量，其中数据流量是我们无法使用的。至于100分钟的通话，我们也必须使用能够开启 Wi-Fi calling 的手机才能模拟美国本地的通话模式。我目前使用的手机是 iPhone， 基本上只要不是古董机型的 iPhone 都可以开启 Wi-Fi calling 的功能。其他品牌的手机的话，大家可以看我这个网页。至于其他品牌的手机要怎么开启 Wi-Fi calling， 就要自己研究了。我认为用 Ultra Mobile 的 PayGo 这个套餐来应对美国银行的通话，接收美国银行发来的简讯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超出套餐的用量，通话费用的话每分钟是3分钱美元，简讯的话一条是1分钱美元，基本上不会一不小心就让你破产。关于获取这张卡的途径， Ultra Mobile 暂时不支援直接提供 eSIM， 我们必须先购买实体卡片，电话卡激活并使用之后才能转为 eSIM。 Ultra Mobile 这么做其实是要顾及那些帮他卖电话卡的商家的利益，其实我觉得转不转为 eSIM 都无所谓，我自己就在用实体卡。至于实体卡的购买途径，我们在 eBay 或者淘宝就可以购买了。卡片拿到之后，激活的过程我就不演示了，
因为商家在详情页面基本上都会有激活的教程，即使你不懂得如何操作，商家也会手把手教你激活卡片。美国的电话卡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是美国的住宅地址。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那使用你的朋友的地址就是最优解，其次就是去租一个美国的住宅地址。租用美国住宅地址和申请 ITIN 有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先讲结论，我们必须先租美国的住宅地址，然后再用这个地址去申请美国的 ITIN 税号。由于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必须再讲一次，我们必须先租美国的住宅地址，然后用这个地址去申请美国的 ITIN 税号。我见到过有些朋友先办了 ITIN 再来租美国的住宅地址，而办理 ITIN 的时候申报的地址是自己国内的居住地址，这就导致你错失了一个重要的地址证明文件。当你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时候，银行可能会要求你提交美国的地址证明。如果你的 ITIN 确认信上的地址与你租用的美国住宅地址一致，那么 ITIN 就可以作为你的地址证明，否则你将会什么地址证明也拿不出来，导致玩美国信用卡的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ITIN 确认信是美国的国税局 IRS 颁发的，上面有你的美国住宅地址，有你的税号，有文件的序列号，有颁发日期等等，作为地址证明的权威性毋庸置疑。因此我们要先租美国的住宅地址，再用这个地址去申请美国的 ITIN 税号。我刚刚反复提到的都是美国的住宅地址，而不是美国的商业地址。如果你租了一个美国的商业地址来申请 ITIN， 比如我等下会提到的被检测工具检测到是信件代理接收商这样的地址，虽然 ITIN 可能还会批给你，但是这份 ITIN 就不能用来作为地址证明，因为银行不认商业地址。申请美国的住宅地址一般需要用到两个工具，一个是 Anytime Mailbox， 一个是 Smarty。Anytime Mailbox 相当于一个地址中介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可以租用到世界各地的地址，用作接收信件或者是包裹。我们同样可以在上面找一个美国的住宅地址，用来接收美国银行发来的信件。而 Smarty 是用来判断一个地址是商业地址还是住宅地址的工具。商业地址是不可以用来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有的朋友事先不做调查，随便租了一个地址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试了多家银行，最终没有一个批卡，最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地址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两个工具都结合起来使用，最终才能找到适合我们的美国住宅地址。首先我们来到 Anytime Mailbox 的网站，网站内 Anytime Mailbox 明确写明了自己的几个卖点，包括提供了真实存在的街道地址，可以用来接收并转寄信件和包裹，可以扫描信件，可以选择世界各地的地址，可以存支票，无限容量的在线存储等等。OK， 我们点击 Browse USA Locations， 我们可以看到全美50个州可以租用的信箱地址，你想租哪个州都可以。如果除了接收信件之外，你还有海淘的需求，那可以选择免税州 Alaska、New Hampshire 这几个。不过租用包裹转运仓的价格会比单纯信箱的价格要贵很多，单纯租一个信箱的价格每月可能只需要$9.99美金，但是租转运仓的价格可能就是10几美金起跳。另外我还是要花一点时间讲一下 Anytime Mailbox 这个平台的性质。 Anytime Mailbox 上面展示的地址都是由地址加盟商提供的，而并非 Anytime Mailbox 自己提供。 Anytime Mailbox 现在的情况有点像早期的 Amazon， 早期的 Amazon 对卖家管得不严，所以很多卖家在上面卖垃圾产品。但是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地址加盟商都不可靠，只是说地址加盟商的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点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你能不能找到一个靠谱的房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气。我目前的房东还比较靠谱，我发电邮给他，基本上第2天就能收到回复。转寄信件回国的时候，我自己是在 UPS 打单，再让房东给我寄件的。我并没有在 Anytime Mailbox 的平台下转寄信件的订单，我的房东也没有抱怨我不给他赚佣金。我曾表示我愿意给他付一些小费来感谢他，他也没有收，所以我的运气还算不错。运气我们不能把控，但是我们能做一些事情来尽量提高房东的服务质量。比如我们给房东发邮件的时候，可以尽量写的礼貌一些。我们用 ChatGPT 写邮件的时候，可以让 ChatGPT 加多一些礼貌的用语进去。如果我们是在第三方平台打单，没有在 Anytime Mailbox 的平台下转寄信件的订单给房东赚佣金，我们可以考虑给房东付一些小费，毕竟美国有小费文化，付了小费之后一般都会得到更好的服务。 OK， 废话不多说，我现在演示一遍在 Anytime Mailbox 上面找地址的过程。我先以加州为例，我先随便选一个城市 San Francisco， 就这个。 OK，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址就是详细的信息，具体的地址是1388 High Street Unit Mailbox， 这里就是到时候会分配给你的信箱号码。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邮编是94117。 Anytime Mailbox 的地址一般都会提供以下的服务，包括打开并扫描信件、转寄、丢弃、粉碎信件、本地取件等等。合作的快递公司包括 USPS、FedEx 跟 UPS。 那么这个地址是不是所谓的住宅地址呢？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来到 Smarty 查看这个地址的情况。我们往下滑，先看第一个指标 CMRA， 意思就是 Commercial Mail Receiving Agency， 商业信件接收代理商。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文档是怎么说的。
indicates whether the address is associated with a commercial mail receiving agency, also known as a private mailbox operator. A CMR is a business through which USPS mail may be sent or received. For example, the UPS store and mailboxes, etc. 意思就是这个地址是不是与商业收件机构相关联的。CMRA 是可以代收 USPS 或者其他快递公司的，比如 UPS 代理店就是这类商家。如果结果是 yes， 那就说明这是一个商业信件代理地址，不能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如果是 no， 那就说明不是，可能可以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具体还要看第二个指标，等下说。另外，我们可以来到 Google 看一下地址的实际外观，从外观判断就可以很明显知道这是一个信件代理店还是一个居民住宅楼。除了 CMRA 之外，我们还要看第二个指标，就是 RDI。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文档是怎么解释 RDI 的。Residential Delivery Indicato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也就是住宅指标，性质只有两种，一种是 Commercial 也就是商业，一种是 Residential 也就是住宅。这样的地址就说明房东大概率是自己在家里装了这种信箱的柜子，然后租给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住宅地址才能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只要 CMRA 和 RDI 当中有一个不符合都不行。虽然这样的地址本质上还是信件代理接收商，但是由于检测工具暂时无法辨认出来，所以是可以用来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以及作为申请 ITIN 时的申报地址。Anytime Mailbox 上面这些地址还是存在的，只不过有点难找。我还需要进行风险披露的就是一个信件代理接收商，就算是住宅地址，只要用的人多了之后，就会被检测工具检测到，并标为商用地址。至于多久会被检测到，这个就不好说。我当时为了找到符合条件的地址，累计花了20到30分钟。制作影片的时候，我又再次尝试找这样的地址，这次我只花了5分钟就找到了。以下是快进的过程，不过我无法把这个地址公布出来，因为可能已经有朋友在用这个地址了。如果我把这个地址公布出来，大家都跑去租这个地址，那么这个地址很快就会废掉了。大家也不用担心，只要找地址的方法学会之后，很快就能找到符合条件的地址。找到这样的地址之后，我们就来到注册的环节。在注册环节的第一个页面，我们可以先选择信箱的编号，比如我现在演示的地址，可选的信箱编号就是从328号开始 ，first name 以及 last name 填你的法定姓名，名在前，姓在后，然后点击继续。第二个页面是填我们的居民身份，这个也必须如实填写。地址栏我们必须填入英文，而且要填一个可以拿出地址证明的地址，还有联系信息和登录密码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然后验证自己的电邮之后，就可以进入 review 的页面。review 的页面除了再次检查自己的所填信息之外 ，Anytime Mailbox 还会要求你填一份1583表格。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的样子，这是一张空白的表格。一般我们在注册账号时所填的信息，在 review 这一步，1583表格都会自动填入我们注册时所填的信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份表格打印出来，然后签名，然后进入下一步1583表格公证。什么是1583表格以及1583表格公证？填写1583表格的意义就是你授权你的商业信件代理接收商，也就是你的房东代表你，帮你接收以及处理你的信件。任何想要租用信箱的个人或者公司都必须填写1583表格。1583表格公证的意思就是公证员为你见证这一过程。公证员在1583表格签名之后，1583表格就会发挥法律的效力。在公证环节，公证员会与你视讯通话，你需要向公证员展示你的护照、你的1583表格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让对方确认是不是你亲自在申请美国的信箱，而不是别人。需要注意的是，1583表格内需要展示的是你的英文住址，中文地址是不行的。你填的地址必须要有真实存在的中文地址证明。然后我们必须找翻译公司把中文的地址翻译为英文，然后拿着有翻译公司印章的英文地址给美国的公证员看，公证员才会认可。公证员还会要求我们提供一个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文件，以及一个可以用来展示你的住址的辅助身份证明文件。对于我们非美国居民而言，带有相片的身份证明文件我们可以用护照，地址证明我们可以用租房的合同的英文翻译件，房屋保险的英文翻译件，房屋贷款或者信托的英文翻译件等等。我当时用的是房屋火灾保险的英文翻译件，由于房屋发生火灾的概率极小，所以保险费也非常便宜。以上的这些资料必须提前准备好才能进行公证，而且这些资料都必须提供一份扫描件，因为公证员会要求我们把这些扫描件发到指定的电邮。准备资料的环节很繁琐，但是视讯通话的过程很快。我当时的情况是，整个过程大概5到10分钟就完成了。1583表格的公证可以选择 Anytime Mailbox 官方提供的公证渠道，也可以自己去找别的公证渠道。我个人比较推荐 Anytime Mailbox 官方提供的公证渠道。如果你有朋友在美国，那完全可以用你朋友的地址来申请 ITIN 以及申请美国的信用卡，这样就可以避免1583表格公证的环节，而且不用租信箱。由于现在越来越多人知道可以用 Anytime Mailbox 来获取美国的住宅地址，使用同一个地址来申请信用卡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如果某一天银行发现有好多个人都用同一个地址来申请信用卡，用的都是 ITIN 而不是 SSN， 那么这个地址就很可能会被拉入异常名单，这些朋友的银行账户可能也会被审查。所以能有朋友的地址是最好的，每月还能省下$10左右的信箱租金。公证员回传带有他签名的1583表格之后，公证就算是完成了，我们就可以登入 Anytime Mailbox 的后台，正式使用这个地址了。Anytime Mailbox 的后台长这样 ，Inbox 这里是你目前有多少封未读的信件 ，Action Required 就是目前需要我们操作的事项，比如信件放在信箱里面超过了30天，这个免费停留时间，系统就会提示我们需要对信件
件进行操作，比如是转寄、丢弃、销毁。Recently completed 就是最近房东已经完成的操作。比如我点击一下，左边栏可以看到 Open and Scanned 已经完成打开并扫描的， Forwarded 已经转发的， Shipments 就是转发之后的物流状态， Picked up 就是已经现场取走的，我们一般都不会用到这个 Picked up。 Recycled 就是已经丢弃的， Shredded 就是已经粉碎的。我们点击 Settings， 左边栏可以填入我们的 Forwarding Addresses， 就是我们最终的转寄地址。 Automatic Actions 就是你设定的自动操作，比如你可以设定一有新的信件就马上转寄。 Authorized Recipient 就是你授权的用户。在影片的开头我提到过，没有美国的税号也能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当我们有了美国的电话号码、美国的地址之后，单纯线上就能申请的信用卡，据我所知目前只有美国运通。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BOA Bank of America 也是没有税号就能开户并且申请美国信用卡，但是这必须是人在美国而且是线下才能进行，不在美国就不能开 BOA， 所以 BOA 我就不展开讨论了。想要在没有美国税号的情况下申请美国运通，你就必须要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并且信用记录良好，那么你就可以用 Global Transfer 的方式把信用记录同步到美国的美国运通。我知道有很多加拿大的朋友就是这么做的。加拿大的 Amex 福利不如美国的，所以有加拿大的朋友也是租了美国的地址，或者是用了美国朋友的地址，把加拿大 Amex 的信用记录同步到美国，然后申请美国的 Amex。 如果你有台湾的 Amex 也可以这么做，香港的 Amex 也没有问题，唯独中国的美国运通不行。 Amex 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是亲自发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 Amex 的会员的信用记录都是在同一套系统之下，唯独中国的 Amex 不是亲自发卡，而是 Amex 授权了中国的银行使用 Amex 的清算通道，所以中国的美国运通信用卡本质上只是用了美国运通清算通道的当地银行的信用卡，信用记录是属于中国的银行的，而不是美国运通的。中国的朋友想要申请美国的信用卡，只能申请美国的税号。接下来讲如何把其他地区的美国运通信用记录 Global Transfer 到美国。我们进入美国的美国运通网站，挑选一张你想要申请的卡片，比如这张金卡，点击 Apply Now， 往下滑，在 Social Security Number 这一栏的下方 New to US but have an American Express account or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history in another country, allow us to consider your international American Express account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credit card history from select countries so that we can better evaluate your application。 下面我们点击 Log into my account， 登入你当地的美国运通账号，依照系统的指示填入我们的美国手机号、美国的地址以及其他的信息，就可以申请美国的美国运通卡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在没有美国税号的情况下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方法，只有美国运通才愿意给没有美国税号的玩家批卡。如果想要申请其他银行的卡片，我们就需要用美国的税号。对于非美国居民来说，就是影片中重复提到的 ITIN。 下面进入如何申请美国 ITIN 税号的环节。 ITIN 全称是 Individual Taxpayer Identification Number， 个人纳税人识别号，是美国国税局 IRS 给暂时无法取得 SSN 的个人颁发的税号。简单的说， SSN 是给美国居民的， ITIN 是给非美国居民的。我们再往下看 ITIN 可以用来做什么。 IRS 颁发 ITIN 是为了帮助申请人在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申请退税或者是交税。下面还提到，有了 ITIN 并不能让你获得美国工作的权利，也不能让你享受到美国的社会福利和抵税，但是大部分的美国银行都认可 ITIN 作为信用卡申请人的税号，所以为了单纯申请美国的信用卡而办理 ITIN 也并没有任何问题。那么 ITIN 需要如何申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申请。自己申请的话，有一个环节是需要把自己的护照原件寄到美国的国税局，这个环节有可能把自己的护照寄丢，所以我个人没有采取这种做法。本期影片也不讲这种申请方法。第二类是找 IRS 认可的税务代理人申请，这种代理人叫 Certifying Acceptance Agent， 简称 CAA， 也可以叫做税务师。我们在 Fiverr 检索 ITIN CAA 这两个关键字就能跳出很多 CAA。Fiverr 是全球最大的外包平台之一，所以算比较可靠。目前成交数量最多的是这家 The SH Studio。 我们往下滑就会看到关于这个 CAA 的简介。我们可以回到美国国税局 IRS 网站，在 Acceptance Agent Program 这个网页可以看到所有 IRS 认可的 CAA。 SH Studio 确实在名单上面，不过我当时并不是找他办理 ITIN 的，我当时找的是这位胡子大叔，店铺叫做出海记。我们直接在 Google 搜寻出海记，点击第一个结果就是 IRS 的网站，里面就是 IRS 认可的中国国内的持牌税务师名单，出海记也在名单之内。办公地点是陕西西安。既然是来自中国的税务师，那我的第一个想到就是淘宝。果然他们在淘宝上也有店铺，我当时也是在他们的淘宝店下单的。他们目前代理申请 ITIN 的费用是1820人民币，大概是250美元，比 Fiverr 上还要便宜10美元，并且到今天为止已经成交的订单也有900多个，加上 Fiverr 上的640多单，一共也有1500多单，应该不比第一名的 SH Studio 要少。如果有需要申请 ITIN 的朋友，可以找他们的淘宝店下单，下单之前联系他们的客服，然后报上我的折扣码，我的频道的专属折扣码 AIDEN5 AIDEN5，然后他们就会在原先的价格上打95折。下单之后，我们需要交给 CAA 的资料包括我们的护照扫描件、身份证或者是驾照的扫描件，还有已经完成公证的1583表格。另外，如果你有美国的签证，
也需要提交扫描件。如果你有美国券商的账户，比如银投证券或者是嘉信理财，需要提供近期的月结单。最后就是填一份 W7 表格。W7 表格是用来申请 ITIN 或者延续 ITIN 有效期的，因为 ITIN 的有效期是3年。如果你3年内都不报一次税的话，3年之后 ITIN 就会过期。如果3年之内有一次报税的话，那么有效期就会再延续3年。大家也不用担心不会填 ，CAA 会告诉你怎么填，以及要注意什么。找 CAA 申请的好处就是他们会知道我们需要如何填写资料，不怕出错。我们只需要提供所需要的资料给 CAA， 剩下的就是坐在家里等就可以了。我当时的等待时间花了3个月，具体的等待时间取决于 IRS 的办事效率，我算是比较久的了，一般情况下可能会更快。IRS 核发了我们的 ITIN 之后， ITIN 确认信会被发到我们的美国地址。当我们的美国信箱收到来信之后，房东就会发一份邮件到我们的邮箱，提示我们有新的信件到了。当我们开始玩美国信用卡之后，就应该养成每天都看邮箱的习惯，才不会错过重要的通知。这时候我们来到 Anytime Mailbox 就能看到我们的 ITIN 确认信了。我们可以要求房东打开并扫描，就能提前获得 ITIN 确认信的扫描件，就可以用来申请美国信用卡了。扫描完毕之后，可以立即要求房东把信件转寄回国，或者是等收到第一张美国信用卡之后再一起转寄回国。如果你担心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可以选择不打开，让房东把信封原封不动的寄回国。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国的手机号、美国地址、美国的税号了。我们的第一张美国信用卡应该申请什么呢？大量的案例都表明，我们的第一张申请的信用卡只能是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因为 Capital One 是美国所有发行信用卡的银行里面信用卡申请门槛最低的银行。我自己的第一张美国信用卡就是 Capital One 的 Quick Silver One， 一张年费为$39的入门卡。当我正式获得 ITIN 税号的第2天，我用我朋友的邀请连结，通过预申请的方式申请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预申请就通过了。我建议尽量使用邀请连结来申请卡片，因为使用邀请连结相当于得到其他 Capital One 用户的背书，比自己直接申请货币的成功率会高一点。当然，对发放邀请的人也有好处。欢迎大家将来使用我的邀请连结。邀请连结我放在了影片的简介区，具体的申请过程我就不展开讲了。我之前的影片美国信用卡入门门槛最低的银行Capital One 这一期有详细教大家如何申请第一张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根据我的经验，当我们使用 Capital One 的信用卡2到3个月，每一期账单都提前还款，你的信用分很快就能拿到700分，你就可以尝试申请美国运通的卡了。我的第一张美国运通卡是 Hilton Honors， 一张没有年费的美国运通入门卡。我之前的影片最容易申请的美国运通信用卡 Hilton Honors ITIN 玩家的第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这一期有讲如何申请这张卡。同样的，我把邀请链接放在了影片的简介区。我在申请美国运通的时候，用着家里的香港 IP 填写申请资料，最终也获得 P 卡。Capital One 和美国运通并不要求美国的住宅 IP， 只要确保我们的 IP 纯净度够高，任何 IP 都可以用来申请 Capital One 和美国运通的信用卡。我们不需要专门去买美国的住宅 IP， 这只是 Capital One 和美国运通，并不是所有的美国银行都对非美国的 IP 友好。当我们的美国信箱收到第一张信用卡之后，我们要怎样把它转寄回国呢？有的朋友可能会直接用 Anytime Mailbox 平台来下单，但是这么做是最贵的。在 Anytime Mailbox 下单，一封信从美国寄到亚太地区，一般要上百美金。同样是用 UPS、USPS、FedEx 来寄件，用 Pirate Ship 这个平台下单会便宜 50% 以上。Pirate Ship 是一个第三方的打单平台， Pirate Ship 也可以打 UPS、USPS、FedEx 的物流单，所以我们可以在 Pirate Ship 先创建好物流的订单，然后再把 Shipping Label 交给我们的房东去寄件，这样就可以省下不少钱。下面就来和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平台。我们在 Google 搜寻 Pirate Ship， 点击第一个结果就是 Pirate Ship 的网站。当我们注册账号并登入之后，第一个页面就是 Create a Shipping Label，Ship to 就是目的地， Optional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填， Ship from 就是你的美国地址，Type of packaging 我们一般都选这个 UPS Express Envelope，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比如 USPS 或者是 FedEx。 Package weight 这里注销信用卡一封大概是100克左右，大家换算成盎司就可以了。 Package content type 选 Documents， Describe what you're shipping 就写 Correspondence，数量这里有多少封就填多少。 Items total value 就是所有东西的总价值，一般一封信的话总价值填$1，有几封信就填几美元。 Items origin 这里是物品的产地，我认为填美国或者中国都可以。 International tax ID 是 optional， 可以不填。 Save package 就是保存这个模板，下次下单的时候可以再用。所有信息都填好之后就可以点击 Get Rates， 付款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载 UPS 的 Shipping Label 了，大概长这样。还没算完成，我们需要填一份 Invoice， 也就是清关发票。比如我们买的是 UPS 的 Shipping Label， 那我们还需要到 UPS 的网站填一份 UPS 的 Commercial Invoice。 UPS 的清关发票长这样，要填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我们在 Google 搜寻 UPS Commercial Invoice， 前3个结果都是 UPS 的 PDF 档案。 UPS 很详细的写明了每一栏应该填什么内容，如果你嫌麻烦不想读，那可以看我是怎么填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份文档是我最终成功从美国寄回来的清关发票的模板。我们在 UPS 的系统填了物品的信息之后， UPS 就会生成这样的清关发票。我需要先给大家讲一下清关发票的构成，再回过头来教大家如何在 UPS 系统填资料。 Ship from 的这一栏
Tax ID 这里展示的是自己 ITIN 的税号 ，Contact Name 展示的是自己的法定姓名，然后下面是你的美国电话号码，电话号码下面是自己的美国地址。再来看右边的部分 ，Waybill Number 以及 Shipment ID。是我们在 UPS Shipping Label 上的 Tracking Number。再来看左下方的 Ship To Tax ID 展示的是你国内的个人税号 ，Contact Name 是你国内的收件人的姓名，下面还有电话号码、收件地址。Descriptions of Goods 展示的是 Correspondence， 数量这里有多少封就会显示多少，重量也是。这样的清关发票就已经满足清关的条件了。我们在 UPS 系统填好信息之后 ，UPS 系统生成的清关发票大致就长这样子。下面我们就来讲如何在 UPS 系统里面填好这些信息。我们回到刚刚 Google 搜寻的 UPS Commercial Invoice 的搜寻结果，点击第4个搜寻结果 International Shipping and Customs Forms。我们需要先创建或者登录我们的 UPS 账号，然后 Select Export Forms 这个页面选择 Commercial Invoice， 点击 Next。我们就来到 Ship From 和 Ship To 的界面。Ship From 就是填你的美国地址、美国的联系方式、美国的税号。Ship To 就是填你的国内的相应信息，填好之后点击 Next， 来到 Enter Product Information 的界面，我们点击 Add Product Name 我们填入 Correspondence， Product Description 就是填入 Correspondence， Number of Unit 按具体数量来填， Price per Unit 填$1， Unit of Measure 填 Pieces， Product Country or Territory of Origin就是物品的产地，我们选择美国或者是中国，然后点击 Submit。我们来到 Create Commercial Invoice 的页面，我们往下滑，找到 Commercial Invoice Data 这里，然后我们点击 Ad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我们只需要填入我们的 Waybill Number 即可，也就是我们在 Pirate Ship 下单购买的 UPS Shipping Label 上面的 Tracking Number。这些都填好之后，UPS 就会把最终的清关发票生成出来，我们就可以下载这份清关发票，然后把清关发票的 PDF 档案以及 Shipping Label 的 PDF 档案发给房东，让房东拿着这2份文件以及我们的信用卡的信件一起交给 UPS，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UPS 的时效很快，如果不是遇上节假日，我们一般在7天之内就可以收到美国寄来的信用卡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为了制作本期影片，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写稿以及准备资料，编辑影片又花了我几天的时间。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恳请大家给本期影片按赞，关注本频道，也欢迎大家申请美国信用卡的时候使用我的邀请连结。祝愿大家顺利申请到自己的第1张美国信用卡。我们下期见。